战争的代价往往是穷人来承担。当然，也有正当的战争，就是保护自己权益的时候，不过这往往不太被提倡。在1860年，美国种植园的奴隶们，他们也想为自己的权益而战，不过不太被种植园主提倡。南方奴隶主坚称奴隶是幸福的、乐于被奴役的孩子，他们会刻意挑选出一些吃得饱、穿得暖、看起来满足的奴隶，供来访的客人参观，制造出一种眼见为实的假象。这些样板奴隶的生活与绝大多数在皮鞭和饥饿下挣扎的奴隶的真实处境天差地别。他们极力渲染北方自由劳工的悲惨生活，工人失业、贫困、家庭破裂，让黑奴们能够内心更平衡一些。直到一个叫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男人出现，他是19世纪美国最响亮的声音，是刺穿奴隶制谎言的利剑。他作为曾经的奴隶，用冷静、克制而又充满力量的文字，将自己的亲身经历用血泪写下。在他出现之前，奴隶为自己权益而战是一个被禁止的想法，是一个被主流社会无视和否认的存在。而在他出现之后，这个想法被赋予了声音、逻辑、组织和道义力量，并最终在南北战争中得以实现。而推动这一切的是另一个叫林肯的男人，但他刚开始与南方开战，也并非为了废除奴隶制，而是维护美国联邦的统一。林肯一上任总统的位置，就有7个州因为关税的问题要分开，甚至成立了美利坚联盟国。林肯坐在白宫里，一直等待着一个机会。他知道要把这个松散的邦联锻造成一块钢铁，必须经历烈火，而点火的人必须是南方。于是林肯把目光投向了萨姆特堡，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海上要塞。1860年，南卡罗来纳州率先脱离联邦后，联邦军队少校罗伯特·安德森部队转移至尚未完工的萨姆特堡，使该要塞成为南北对峙的焦点。此时的安德森少校内心很是焦虑，外面是敌人的大炮，里面粮草断绝，他一天几个电报催命，内阁成员都劝林肯还是撤军，换取和平吧。但林肯不仅不撤，还要大张旗鼓地给他们送粮食，实际上就是送军队。这就是把南方逼到墙角，我不打你，我只送饭，你打我，你就是挑起战争的罪人。最终南方总统戴维斯还是没忍住，在1861年4月12日，南方打响了第一炮。接下来的34个小时是战争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双方互射数千发炮弹，打得天崩地裂，结果零伤亡。安德森少校打光了炮弹，体面投降，回到北方成了英雄。南方的伯勒加德将军赢了要塞，赢了姑娘们的鲜花，但真正的赢家只有一个，就是林肯。道德制高点已经站稳，接下来就是用钢铁洪流来说话。仅仅3天，林肯就集结了75000名北军，大旗上绣着保卫联邦。此时的林肯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奴隶2个字，因为当时除了脱离联邦的7个州，还有很多州蓄养奴隶。为了不让这些摇摆州投向南方一侧，他必须谨慎。战争初期，北方人十分自信，觉得自己有人口、有工厂，灭掉南方那群种棉花的农民，还不是分分钟的事。但他们忘了一件事，南方人早在12年前的漠美战争中就练出了一身杀人技，他们有罗伯特·李这样的战神。1861年7月马纳萨斯战役，北方出动了3.5万军队进攻南方大概2万人镇守的马纳萨斯。谁想到南军指挥官是名将杰克逊，以擅长防守著称，在他的指挥下，北方军队连续冲击了5次，皆被击退。北方军队的士气几乎丧失殆尽。就在这时，南方一队9000人的生力军突然出现，于是北方军队大败，损失了3000多人，并丢了很多弹药。从这场战争里，我们可以看到，南方人在战争上确实比北方人更有谋略。他们可以用一队人马拖住对方主力，然后在恰当的时机亮出生力军，一剑封喉，定胜负。开始时，北方自以为人多必胜，狂傲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华盛顿的富商、议员们都携妻带子，不少人还带了野餐的食物和用具来到了前线。他们准备观看南方人被打得抱头鼠窜的盛况，结果自然是没看成。前线不断传来战败的信息，北方人从狂妄变成了沮丧，没人愿意当兵了。林肯政府不得不借助募兵来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入伍就能获得2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2万多美元了。此时，一群商人看到了商机，这群人叫 TE 经纪人。生意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就是瞄准了爱尔兰人。1845年，爱尔兰爆发了大饥荒，许多人都逃往了美国。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爱尔兰人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要找工作十分困难，除了联邦征兵处，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军人来到码头，手里晃着威士忌和一张50美元的钞票，对着那群连英语都听不太懂的爱尔兰难民喊话。爱尔兰人迷迷糊糊签了字，拿了那点可怜的零头，然后就被塞进火车，直接拉到弗吉尼亚的前线。所以这些中间商是真的毫无底线。这群爱尔兰人被编成了著名的爱尔兰旅，打着绿底金属琴的旗帜。为了让战友在尸体堆里认出自己，爱尔兰士兵每个人都在帽子上插了一根绿色的黄杨枝。1862年，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南军躲在玛丽高地的一堵石墙后面，居高临下，那是绝对的死亡陷阱。向着喷火的石墙发起了反复的冲锋，石墙后面的南军都看哭了，因为南军里也有很多爱尔兰人，最后北方的爱尔兰旅几乎全军覆灭。这种把爱尔兰人当成炮灰的可耻行为，很快就被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林肯只好发出通知，不再实行这样的募兵制度。不过在内战结束后，虽然爱尔兰人死伤惨重，但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说他们不是美国人，这也算是他们为自己的权益与名誉的一战。问题是林肯既然不能再用之前的方式募兵，他只能另谋出路，而他的破局方式是2招。第一，推行宅地法。
在1862年之前，美国的西部土地是看着眼馋，摸着烫手，那是联邦政府的财产，或者被南方的大奴隶主盯着，准备开辟成新的棉花田。穷人要拿势难于登天。现在林肯告诉所有人，只要你年满21岁，是户主，甚至不需要你是美国公民，交10美元的手续费，联邦政府白送你160英亩。唯一条件就是你必须在那块地种上5年，只要你肯干，你就是这160英亩地的王。这一招主要是用来堵死南方奴隶主的活路。如果西部全是这种自耕农，就没有人会支持奴隶制，因为自耕农最恨不用付工钱的奴隶主抢饭碗。以前的士兵是为了几百美元军饷打仗，打完就跑，见好就撤，差不多就好。现在士兵是为了我家那160英亩地打仗，谁敢动北方联邦，谁就是我的敌人。林肯曾自豪地说，我们的士兵是有思想的刺刀，因为他们知道为何而战。所以后来这个西部军团勇猛之程度令人叹为观止。1863年维克斯堡战役，格兰特带着这群西部兵，在这个充满了沼泽、瘟疫和毒蛇的地方，跟南方人死磕。他们像在自家地里挖水渠一样，一边打仗一边挖运河，没有路就砍树铺路，没有粮食就见啥抓啥来吃。1863年11月，南军占据了陡峭的山岭，居高临下，大炮黑洞洞地指着下面。格兰特的命令是攻占山脚下的第一道防线，然后停下来等待命令。西部军团冲上去之后，像一股洪水一样淹没了第一道防线。这时候按理说该停了，但是他们没有号角，没有军官下令。这群拿着枪的农民，你看我，我看你。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干他！全线士兵开始自发地往那个几乎垂直的、布满荆棘和岩石的山顶冲锋。在后方指挥所里，格兰特看傻了，他愤怒地问旁边的托马斯将军：“谁让这些人冲上去的？我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托马斯无奈地说：“将军没人下令，但我敢打赌，既然他们开始冲了，除非拿下山顶，否则谁也拦不住。”后来这支西部军团甚至直接把南方打回原始社会，因为他们发自内心的恨那群种植园主，过去被他们霸占这么多土地。而林肯这个宅地法最大的威力，除了有非常勇猛的兵团之外，还有获得了大量的粮食供给，让工业城市的工人能吃饱饭。这些有了地的农民需要买犁、买收割机、买衣服，他们还养活了美国的钢铁厂和纺织厂。所以林肯的这个宅地法令美国拥有了大量的自耕农，而拥有大量自耕农是一个现代工业国能崛起的最底层原因，没有之一。工业化的本质是大规模生产，大规模生产的前提是要有大规模的消费。如果你造出了100万台缝纫机，却只有10个人买得起，你的工厂第2天就要倒闭。尤其你是后发工业国，你的产品绝对竞争不过其他先发国家，这是唯一途径。而宅地法之前，南方的种植园经济里，谁来消费？只有奴隶主能消费一下，所以前期大量自耕农就是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正是因为西部有千千万万个需要买钉子、买铁丝、买罐头的自耕农，工厂才能日夜轰鸣。而林肯在南北战争中用的第2招是更绝，解放奴隶宣言。1862年7月，林肯把内阁成员召集起来，第一次读了这份草稿。当时所有人都吓傻了，大家的第一反应是总统疯了，这时候发这个，肯塔基和马里兰会反叛的，我们会输掉整场战争。1862年9月22日，他发表了这个宣言，所有被续为奴隶的人从即刻起，并永享自由。南方奴隶们听到这个宣言后，已经蠢蠢欲动，狂躁的内心已经压抑不住。成千上万的黑人扔下锄头，拖家带口，向着北军的营地狂奔。南方的经济大动脉瞬间断裂。林肯在宣言里加了一句：这些重获自由的人将被接纳进入美国的武装部队。这是给复仇者发的持枪证。20万黑人穿上蓝军装，他们没有退路，因为一旦被俘就是死。这个宣言出来之后，原本打算帮南方独立的英国直接放弃了这个念头。当时的英国是世界的工厂，而英国的支柱产业是纺织业，80%的棉花都是来自美国南方种植园。只要英国海军一介入，打破北方的封锁，南方就赢定了。甚至连英国首相帕默斯顿这个出了名的老狐狸都心动了，他巴不得美国分裂，因为一个统一强大的美国是大英帝国的潜在威胁。在此之前，林肯一直说为联邦统一而战，英国人嗤之以鼻，依旧暗搓搓地给南方递刀子。再加上因为北方封锁了南方港口，运不到棉花，英国纺织业遭受严重的打击。33万的英国纺织工人失业挨饿，按理说英国百姓应该很恨北方，应该游行要求政府出兵打破封锁，运来棉花，让他们有饭吃。但宣言一出，奇迹发生了。这群饿着肚子的英国工人在读了林肯的宣言后，竟然在议会大厅里集会，大声疾呼：我们宁可饿死，也不支持一个建立在奴隶制上的国家。他们甚至给林肯写了一封信，信里说，虽然我们正在受苦，但我们支持您铲除奴隶制的壮举。此时英国首相只要敢签承认南方独立的文件，第2天他就能人间蒸发。宣言出来之后，这已经变成一场关于人类自由的战争了，谁帮南方，谁就是文明的敌人，所以南方必败。1863年11月19日，林肯又祭出一个终极杀招——格底斯堡演说。如果说宅地法给了美国自耕农，解放奴隶宣言给了美国利剑，那么格底斯堡演说就是给这个重生的美利坚帝国注入了灵魂。林肯这一天去到了格底斯堡国家公墓，那天的主角不是林肯，而是当时全美最著名的演说家爱德华·埃弗里特。埃弗里特站在台上，口若悬河，引经据典，讲了整整2个小时，台下的几万名观众听得如痴如醉，掌声雷动。但真正有力量的言语只需要2分钟10句话272个单词。
林肯走到台上，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然后宣读：87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个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并奉行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现在我们正进行一场伟大的内战，这是一场考验，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这个国家获得自由的新生，我们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不从地球上消失。这意味着旧美国已经死了，现在是 2.0 版本，政府的所有权属于人民，政府的治理者来自人民，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一句话也成了后来几乎所有现代国家的终极定义。